紧急警告，各位好朋友们，影片一开始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非常严肃，而且让我非常痛心的事情。最近有非常多朋友传讯息给我，说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用我的照片，甚至是用 AI 仿冒我的声音，在卖一些来路不明的固齿粉、洁牙素。他们把价格标得很高，宣称有各种神奇的疗效。我在这里要郑重的、清楚的告诉每一位信任我的朋友，那些全部都是诈骗，是假的，千万不要去买。我从来没有，也绝对不会在网络上卖任何产品。他们盗用我的身份，里面的成分是什么，有没有害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花钱事小，要是吃出问题，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，那才是真的欲哭无泪。大家好，我是佳琪。看到这些不孝商人利用大家的信任来骗我们这些长辈的辛苦钱，我真的很心疼，也很生气。所以我今天决定不藏私了，我决定直接透过我自己的频道，把我跟我的医师朋友们研究多年，我们自己也真正在用的固齿方法，完完整整的、免费的公开教给大家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正确的知识，靠自己健康康康的活到老、吃到老。讲到牙齿，很多人都轻忽了它到底有多重要。我跟您说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，您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前阵子去看牙医，花了快1万块台币。我们就问他，你牙齿怎么了？他说，别提了，就只是吃了3颗牛荚糖，结果牙齿当场断掉半根。大家听到都觉得很夸张，3颗糖就喷掉1万块。但牙医跟他讲了一句实话，你的牙齿会断，牛荚糖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真正的凶手是你早就已经在萎缩的牙龈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核心就是牙龈萎缩。我们的牙齿就像一棵大树，牙龈就是抓住树根的土壤。如果土壤流失了，变少了，树根裸露出来，那这棵树是不是稍微一阵风吹过来就摇摇欲坠？牙龈一旦萎缩，露出的牙根没有了珐琅质的保护，就会开始敏感、酸软，而且非常容易蛀牙。更可怕的是，牙龈一旦退下去，要它再长回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但是有很多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，正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牙龈土壤以土石流般的速度在流失。有3个最常见的坏习惯，大家现在可以马上检查一下自己中了几个。第一个坏习惯，忽略牙周病，觉得刷牙流血没什么。请您记住一句话，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会流血的。如果您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红红肿肿的，甚至吐出来的泡沫带有血丝，这绝对不是什么火气大，这是你的牙龈在用生命向你发出求救信号。这代表你的牙龈已经在发炎，也就是牙周病的初期。这些发炎的细菌就像一群小偷，会一点一点地吃掉你的牙骨质，让你的牙龈地基不断流失。而且这些细菌还会透过牙龈的伤口跑到我们的血液里，跟着跑遍全身。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实，牙周病的细菌跟我们心肌梗塞、中风，甚至是糖尿病的风险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不要再把刷牙流血当成小事了，那是你的健康在拉警报。第二个坏习惯，刷牙太用力，喜欢锯木头似的横向猛刷。很多人，尤其是我们很多男性长辈，刷牙喜欢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横向的来来回回的刷，刷得越用力，感觉越干净。各位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您拿镜子找找看，是不是有些牙齿的牙根已经有点跑出来了？这就是长期锯木头的后果。这种刷法不但刷不干净牙齿缝隙，还会像砂纸一样不断地磨损我们的牙龈跟牙齿最脆弱的颈部，造成刷耗性的牙龈萎缩。
正确的刷牙方式是什么？国际上公认最有效的叫做背式刷牙法，很简单，我用说的，您跟着我一起想想。来，大家拿起你的牙刷，刷毛要跟牙齿的掌轴呈现一个45度角，不是平平的刷哦，是斜斜的。刷毛的尖端要对准牙齿跟牙龈交界的那条小缝缝，我们叫它牙龈沟，那里是细菌最喜欢躲藏的大本营。然后呢，不是用力左右拉扯，是轻轻的以2颗牙齿为一个单位，在原地做小范围的水平的震动，或是画小圈圈，大约10次，感觉像在按摩牙龈，而不是在刷墙壁。刷完一个单位，再移到下2颗牙齿，牙齿的每一个面，内侧、外侧、咬合面，都要用这个方法仔细地刷过一遍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慢，不习惯，但请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坚持这样刷1个礼拜，你会发现你的牙龈流血状况会改善非常多，口腔的感觉也会前所未有的清爽。第3个坏习惯，吃软不吃硬，过度保护我们的牙齿。随着年纪增长，很多长辈怕牙齿咬不动，怕牙齿会坏掉，所以饮食越来越精致，吃的东西越来越软，3餐都喜欢喝粥、吃蒸蛋、吃豆腐，觉得这样对牙齿最好。其实这完全是反过来的。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，叫做用进废退。我们的牙齿跟牙龈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，你越不去使用它，不去锻炼它，它就会萎缩得越快。你天天只喝粥，你的牙齿和牙龈等于就失业了。失业久了，身体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多资源去养它们，自然就会衰退萎缩。所以我们要适度的给牙齿一些工作，让它有事情做。当然不是叫您去啃甘蔗、啃骨头，而是要吃一些软硬适中的食物，帮我们的牙齿做重量训练。我们可以从一些有点挑战但又不会太硬的食物开始，比如说把苹果切成大块，但不要切得太小片，练习用门牙去切断，用臼齿去磨碎。吃玉米的时候，不要用刀子把玉米粒切下来，试着直接用啃的。还有像台湾的芭乐，特别是土芭乐，不要挑太软的，或者是我们日常吃的毛豆、坚果，都是非常好的牙齿健身教练。透过咀嚼，可以刺激我们的牙周组织血液循环，强化牙周韧带，让牙齿更牢固地附着在牙骨质上。所以不要再让你的牙齿失业了，给他们一点工作做吧。这3个坏习惯，您中了几个呢？或者您有什么保护牙龈的独家妙招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，我们互相学习。好，讲完了这些我们可以从外部改变的习惯，但是您一定有想过，为什么同样的年纪，有些人牙齿还是非常勇健，有些人的牙龈就是特别脆弱，特别容易出问题呢？其实这就跟我们身体内在的工厂设定有关系了。在中医的观点里，牙齿的健康不只是口腔的问题，它更是我们内在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。秦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温病学家，叫做叶天士，他讲过一句经典名言：齿为肾之余，龈为胃之络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齿为肾之余，就是说牙齿的荣盛与否，看的是我们肾气的充足程度。肾在中医里是先天之本，主骨生髓。牙齿是骨头的延伸，所以肾气足的人，他的牙齿就会坚固，不容易松动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，牙齿就开始酸软摇晃，常常是肾虚的表现。这种体质的朋友，通常还会伴随着腰膝酸软、头晕耳鸣、晚上频尿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。如果您有这些状况，就要从补肾下手。平常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，因为黑色入肾，像是黑豆、黑芝麻、黑木耳、海带，还有坚果类的核桃，都是很好的补肾食材。另外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熬夜。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胆经循行的时间，1点到3点是肝经，而肝肾同源，
你长期晚睡，就是在不断地透支你的肾精，牙齿的地基自然就不稳了。那后半句龈为胃之络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龈就是我们的牙龈，络就是分支联络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我们的牙龈是归足阳明胃经所管，胃经是多气多血的经络，它就像一条公路，负责运送养分到牙龈。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，气血充足，那你的牙龈就会是健康的粉红色，饱满而有弹性。但如果你的脾胃出了问题，比如说最近吃了太多油炸、辛辣、重口味的东西，导致胃火上炎，那这些火气就会循着胃经这条公路往上冲到牙龈，造成牙龈红肿、疼痛、容易流血，甚至口气会很重，容易便秘。这时候你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补，而是要降火。可以喝一些简单的茶饮，比如用菊花、决明子泡茶，或者煮一点绿豆汤，都有很好的清胃火效果。饮食上，所有炸的、辣的、烤的，还有甜食，都先暂停一下，让你的脾胃好好休息，火气降下来了，牙龈的警报自然就解除了。所以您看，中医的智慧就在这里，它不只看牙齿，它看的是整个系统。牙齿松动，要去探究是不是肾虚了；牙龈发炎，要去思考是不是胃上火了。从根本去调理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忽略这些警讯，让牙齿一颗一颗的掉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很多人觉得缺一颗牙没关系啊，反正还有别的可以用。我必须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，这个想法错得有多离谱。我在30岁出头的时候，因为一颗臼齿蛀得太严重，当时的牙医建议我拔掉。拔完之后，我也觉得没什么，反正是在最后面，不影响美观，就这样放着，没有去做假牙或植牙。结果灾难就从这里开始。过了大概3-4年，我发现因为下面那颗牙齿没了，上面那颗对咬的牙齿因为没有东西跟它抵抗，居然开始慢慢的变长了。然后旁边那颗牙齿因为失去了依靠，也开始朝那个缺口倾斜，整个口腔的咬合平衡就这样被彻底打乱了。我开始觉得咬东西越来越吃力，常常食物会塞在那个歪掉的缝里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在吃一个很平常的东西，我旁边那颗原本完全健康的牙齿突然感觉到一阵酸软跟松动感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涌上来。我才30几岁，我的牙齿怎么就开始松了？我真的吓到了。我才明白，口腔是一个精密的生态系统，拔掉任何一颗牙，就像从一个完整的拱桥上抽掉一块石头，整个结构都会开始松动变形，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崩塌。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开始疯狂地研究所有关于牙齿保健的方法，因为我不想重蹈覆辙。缺牙造成的咬合问题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更可怕的还在后头。它影响的不只是你的嘴巴，而是你的大脑。日本深江大学，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追踪一群65岁以上的长辈，他们想知道牙齿的数量跟失智症到底有没有关系。结果发现一个极度惊人的事实。研究报告指出，65岁以上的长辈，如果他的牙齿少于20颗，而且又没有装假牙来维持咀嚼功能，那么他得到失智症的风险，比起那些拥有20颗以上健康牙齿的人，足足高出了1.9倍。各位，这不是10%或20%，是将近2倍。这代表什么？您想象一下，这里有2位同样健康的长辈肩并肩坐在一起，一位牙齿保养得很好，吃东西津津有味，另一位因为长期缺牙，咀嚼功能下降。在未来的岁月里，那位缺牙的长辈，他得到阿兹海默症，忘记回家的路，忘记亲人是谁的几率，硬生生就是比旁边那位
高了将近1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每一次咀嚼都在刺激我们的大脑，增加大脑的血流量，活化我们的海马回，也就是掌管记忆的那个区域。当你失去了牙齿，失去了咀嚼的能力，你等于是关掉了大脑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化开关。久而久之，大脑得不到足够的刺激，自然就会加速退化。所以缺牙真的不只是吃东西不方便而已，你缺的不是牙，你缺的是对大脑的刺激。你放任不管，赔上的可能是你后半辈子宝贵的记忆、思考能力，甚至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。听到这里，您一定很紧张，心里想说，佳琪老师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的牙齿已经开始松了，还有救吗？不要怕，这就是我今天拍这支影片最主要的目的。接下来，我要把我压箱底的宝贝，一个从清代流传下来，经过了上百年时间验证的固齿神方，一字不漏的、完完整整的公开给你们。这个方子叫做固齿神方，它出自清代名医陈修元的医学著作《陈修元医书72种》。这个方子不是我发明的，是古人的智慧结晶。我只是作为一个转述者，把这个宝贵的礼物送到大家的手中。请您准备好纸笔，把这个配方抄下来。配方是青盐5钱，石膏5钱，补骨脂4钱，花椒1钱半，白芷1钱半，薄荷1钱半，旱莲草2钱半，防风2钱半，细心1钱半。我再重复一次：青盐5钱，石膏5钱，补骨脂4钱，花椒1钱半，白芷1钱半，薄荷1钱半，旱莲草2钱半，防风2钱半，细心1钱半。您可以直接拿着这个方子到您家附近信任的中药行，请他们帮您把这些药材磨成最细的粉末，越细越好，然后装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保存。这个方子为什么这么神奇？它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牙龈修护军，里面的补骨脂是这支军队的工兵，它的名字就告诉你了，补骨头的。它负责补肾气，从根本上帮你把牙齿的地基打稳。青盐和石膏，它们是消防队，负责清除胃火、凉血消肿，让你的牙龈不要一直处于发炎红肿的状态。而花椒、白芷、细心这些，它们是特种部队，有很强的止痛、杀菌、祛风除湿的效果，可以钻到牙龈很细微的地方，去消除那些深层的疼痛和不适。所以您看，它不是单一的治疗，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巩固、修护跟保养。那这个牙粉要怎么用呢？有2种方式。第一种也是最方便的，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用它来取代牙膏刷牙。你可以用干燥的牙刷直接去沾这个药粉，然后按照我们前面教的背式刷牙法，仔细的去清洁每一颗牙齿和牙龈。刷完之后，不要马上漱掉，让这些药粉的成分在口腔里停留大约1分钟，让它充分作用一下，然后再用清水漱干净。第2种方式是加强保养，在晚上睡觉前刷完牙之后，用手指或棉花棒沾取这个药粉，轻轻地涂抹在你觉得比较不舒服、比较松动的牙齿周围的牙龈上。涂好之后，让它在嘴里停留3到5分钟，然后再漱口清掉。陈修元在书里记载，他自己当年也是牙齿松动，疼痛不堪，后来用了这个方子，他说牙齿牢固，诸痛皆除。他还说，如果小孩子从小便用此方刷牙，永无牙患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从小就用，到老牙齿都不会掉。这个方子非常温和，我自己跟身边很多朋友用了很久，都觉得效果非常显著，牙龈变得更紧实，敏感酸软的状况也改善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纯天然的汉方，没有任何压箱宝之外，我最后再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，而且在西方自然疗法界也非常流行的辅助方法，叫做油术法 （Oil Pulling）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特别推荐使用冷压初榨的椰子油，因为椰子油里面富含一种叫做月桂酸的成分，它有非常强的抗菌、抗发炎能力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每天早上，在你还没刷牙、还没喝水之前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取1大汤匙，大约10到15毫升的椰子油含到嘴巴里。然后就像我们平常漱口一样，用这个油在你的口腔里来来回回的漱口，让油充分的穿过你的牙齿缝隙，跟你的每一寸牙龈接触。这个过程请你持续15到20分钟。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嘴巴很酸，不习惯，你可以从5分钟开始，慢慢延长时间。漱完之后，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请你把嘴里的油吐在垃圾桶里，绝对不要吐在水槽或马桶，因为油在低温下会凝固，可能会堵塞你家的水管。吐掉之后，你会发现吐出来的油变成了乳白色的，那是因为它跟你的口水还有口腔里的细菌混合在一起了。接着你再用温水漱几次口，然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刷牙。这个油漱法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口腔里的牙菌斑总量，改善口臭，并且滋润我们的牙龈。把它当成固齿神方之外的一个日常加强保养，效果会更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，从生活习惯到中医脏腑，再到具体的固齿神方跟油术法。我最想传达的观念是，我们的牙齿健康真的不是一件小事，它关乎我们能不能享受美食的喜悦，关乎我们肾脏跟脾胃的功能，甚至它深刻地关乎着我们大脑的未来，关乎我们能不能在晚年依然保有清晰的记忆跟尊严。照顾好牙齿，就是照顾好我们的全身，守住我们的健康与未来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认同佳琪的理念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把它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朋好友。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改变了他晚年的生活品质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你知道的，像这样直接公开配方的内容很珍贵，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。建议你先把影片收藏起来，或是把配方抄下来，才不会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哦。